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流离前5集，看司凤怎么被玄机撩得体无完肤，太甜了。写了2篇诚意主演的《沉香如屑》，看完诚意杨紫《沉香如屑》，沉香重滑，入了诚意的坑出不来。看诚意杨紫《沉香如屑》，沉香重滑，我哭惨了。女人的爱情观，男人看不懂。被诚意粉丝安利了《琉璃莲花楼》，这不来做功课了吗？说琉璃是从开始虐到结束，木有吧？琉璃根据14郎小说《琉璃美人煞》改编，讲述了天生60残缺的少女楚玄机和离泽宫弟子与司凤在面临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下，携手共对百般腥风血雨，缔造了一段极具仙侠传奇色彩的故事。看了5集多，都在讲一个簪花大会，4大凌迟，玄机大撩特撩司凤，直呼好过瘾。第一撩，玄机被巫童打入森林，刚好掉到司凤身上，不肯下来有木有？抱着司凤大腿，求带飞，撩不撩？司凤晚上在少阳派休息时，看着被玄机摸过的衣服，想起白天的事情，眼神开始闪烁，心开始动。第二撩，司凤在桃花林品茶，玄机被小银花惊觉，吓走了小银花，两人误入古怪桃林。司凤玄机被卷入桃林漩涡，玄机紧抱司凤，司凤紧张不已，小眼神跳来跳去。玄机问司凤：“你很热吗？”吓得司凤把他推走。第三撩，玄机用遁雷桃浆一下子飞到了司凤的浴桶里，哈哈，真要笑死！司凤一头懵，一脸不置可否，一定不敢相信玄机就这么看着他的肉身，在桶底摸来摸去找他的遁雷桃浆，还一脸无辜。这谁受得了呀？司凤终于把他弹了出去。这个浴桶撩是尺度最大撩了吧？第4撩，为了再次入少阳秘境寻找面具，司凤和玄机达成协议，玄机用口水吐在大拇指上，和司凤盖章，被司凤嫌弃了哈。还有第2次入少阳秘境的时候，玄机直接抱紧司凤，用遁雷桃浆进入秘境，因为遁雷桃浆只能带一个人哈。可怜咱们的小司凤被抱得不知措辞哇。第5撩，司凤带玄机吃美食，已经是一脸宠溺了。尤其当玄机说司凤的笑像冰镇酒酿一样，又醉又甜人，看司凤那个嘴角翘起的弧度，就知道他已经彻底沦陷了。而接下去玄机直接舔司凤手指吃甜酱的时候，司凤是震惊欢喜，此生就认定你了。玄机就是这么毫无理由的维护司凤，难怪司凤一出离泽宫就流连忘返啊！玄机怎么这么单纯呢？撩人而不自知，把司凤撩得体无完肤，而自己则是情窦未开。如果就一直这么甜下去也很好啊。一个是掌门之女，有玲珑藤，父亲师兄藤，单纯善良；一个是离泽宫弟子，正义帅气。不要什么战神，什么魔煞星，不要什么天地之子。当然，这样也就没有琉璃啥事了。其实好多事都这样，初见的时候多么美好，人生若如初相见。人与人之间的初次相遇，往往充满了新鲜感和纯粹的情感，那是未经时间考验、未经世事磨砺的纯真。我们要珍惜这些瞬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东西可能会改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记得有一部剧就叫《人生若如初相见》，是韩东君和孙怡演的。结局好像是男女主相互爱上了，男主却死了，有机会再去重温下。就是在那个时候记下了人生如若初相见这个词语。当我们感叹人生若如初相见的时候，往往是在对过往进行怀念，或是对当前关系的一种反思。这样也好，时不时的鼓励我们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如何更好地维系人际关系，
如何在变化中保持初心和真诚。让我们珍惜初见的美好，珍惜眼前人，勇于面对生活的变化，保持一颗平和而坚韧的心。生活中有很多苦难，无论开始时多么美好，都可能因为生活的琐碎、性格的差异、外界的干扰等因素而渐行渐远。我们要接受并适应这些变化，成长并历练成强大、